这是虚假的底盘悬挂测试，一看就知道是造车水平不行，摇摇晃晃的没优点。这才是真实的悬挂测试，全程都是非常的稳当。独家的减速带也是精挑细选，后面跟着的奔驰迈巴赫一路摇头晃脑的，被安排的明明白白。这就是蔚来最新发布的 ET9， 售价小贵，仅需78.8万元。发布会上这段骗傻子的对比，更是被现场观众一顿嘲笑。整场发布会看下来，就这个遇到大货车可以主动翘起屁股防碰撞的功能，听起来还不错，但是在真实的事故中 0.7 秒内抬高车屁股怕是慢了点了，还没抬起来就被撞的可能性很大。同时发布会还发布了另外一个子品牌，也是槽点十足。这才是真的蔚来悬挂实力，看这起飞的姿态真的太强了，强到飞起，脸估计都磕破了。车主应该会在下一个拐弯后偷偷停车检查，真是心碎一地。车企宣传上玩智商，在车身质量上也是炉火纯青。有维修人员是这样说比亚迪的：我以为卷王不是当年那个质量了，但是今天呢，一个事故拆开之后，我还是想说一句，来看个事实。这是个红牛罐子，这是大梁头车子最结实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效果。你听声音感受一下，这是它的龙门架啊，看这是啥东西，是吧？这个龙门架和车身这边靠这么一个薄铁皮连接的，而且这玩意儿很有弹性啊。最后的效果是啥呢？发生这种事情了之后，车里面的人啊，什么腹腔出什么了，大家搞不懂这些东西。但是这个车子是有气囊的，是高配，有高配是，关键时刻解决不解决问题也很关键啊。一分钱一分货，有的时候控制成本了啊，是车价也下来了，但是这个安全性我们还是要当回事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些好车子，可能撞一下没啥事，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看，这是它的后面拆开一点点，你说这个谁撞上谁是不是要倒霉啊？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每天是在修车，有时候修事故车的话，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就会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事啊。所以买车油耗是要考虑，安全是第一位。现在冬天，电车的续航更是打骨折，有网友表示比自己的肾都虚。从昨天晚上停到现在了，昨天晚上应该是5点半停的，现在是9点多，停了将近16个小时。哎呀，看看剩了多少电！我操，真假呀？昨天晚上停的时候84%啊，现在剩83%，这个有点假呀，这我感觉是虚电啊。一会儿我上班开到单位15公里试一下啊，有点虚了。这玩意儿呢，虽然说隔一宿掉1%的电，但跑起来5公里掉了5%的电，酷掉了。还有这个电车这个东西，我这个空调温度调最高了，这车里边还是冷的感觉。这个没有油吹暖。到单位了啊！哎，我操！我开15公里用了10%的电，掉了多少电？掉了30多公里，掉了36公里。我一共跑了43公里啊，从405掉到300，掉了108公里。43公里减去108，就达成率也就40%呗。这海豚，比亚迪海豚冬天达成率也就40啊，续航的。真的太垃圾了，冬天还是老老实实的开燃油车靠谱。在低温情况下，电动汽车所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在低温条件下，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速率减缓，导致电池的充放电效率降低。当电池温度降至0摄氏度以下时，电池容量可能下降约20%。此外，低温还会使电池的内阻增大，会进一步影响电池的输出功率和效率。而且车内空调一开，那电量下的跟拧开了水龙头一样，根本停不下来。但是最近的汽车之家东测又测出了花活，特斯拉不负众望的勇夺倒数第1名。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国内媒体在测试中给特斯拉排倒数第1了。去年的时候，特斯拉还官方回应了一把。
今年都懒得理国内的这些媒体了。有特斯拉粉丝表示，挪威人竟然比中国人还不懂车。汽车之家的极寒测试，特斯拉又是倒数第一。特斯拉不仅续航拉胯，甚至连电都充不进去。而在挪威卖的最好的电动车却是特斯拉，真应该让那些排在特斯拉前面的也去挪威卖车，也给马斯克上一课。在东北卖的最好的电动车还是特斯拉。对于这些续航测试，说一句都懒得讲，因为大聪明们根本就听不懂。我只想问一句，特斯拉空调在23度自动的情况下，车内温度是怎么达到29度的？开过特斯拉的都知道，车内冷的时候，空调23度自动吹的是热风；车内温度高的时候，空调23度自动吹的就是凉风了。所以平常我自己开车，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空调一直是22.5自动状态。而且开过特斯拉的都知道，特斯拉的空调要超过23度，车内就要热得待不住人了。那么请问汽车之家和那些大聪明们，特斯拉车内温度是怎么达到29度的？你们自己家里的暖气要是29度还能待住人吗？自行车都不能磨内衬，你汽车磨内衬呢？现在装不了防滑链，而且换雪地胎也有困难，您这怎么整？没有解决方案，不理车主。车主说你帮我解决一下吧，你说拿撬棍撬他车身。星途揽月第一个故障最通风，宣传的是西风，实际它是吹风。他在宣传过程当中还说了，别人都是吹风，我们是西风，我们比吹风的高级。但是他装到车上的依然是吹风。第二个，打方向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轮胎会刮到轮胎外边的内衬，而且间隙非常小，防滑链装上去整辆车被卡住了。第三个问题，有消费者反映他的空调里会往外喷灰。星途截止到目前没有给我们做出任何回复。王先生啊，有人联系过您吗？有一个 4S 店的经理问我什么诉求，我把我的诉求给他说了，他说办不到，就是把正常的这个西风你给我改成西风就行了。磨内衬的话，你这个轴距达不到，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你给我改良就行。那做不到他想怎么着呢？拉倒了。方案磨内衬这个事儿，他们车已经设计成这个样子了，可能不太好调，因为它的间隙就那么小。车啊，它再不精密，再不严丝合缝，他想把那个东西那个缝隙扩大到不磨的程度，可能会对车身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他那种方案完全不靠谱啊！他说本来底盘是这么长的，然后这边缝隙小嘛，他想把底盘拉长，金属不有伸缩力嘛？拉长完之后，整个金属的耐受力、拉伸度，包括里面的数值全都会变啊！他是用撬棍硬撬吗？你别说硬不硬撬，你硬不硬撬也不行，它的数据参数全都会因为你的硬撬所改变啊！你这车身整个完整性都有问题了。你本来只是磨内衬，现在被你调完之后，这个车身都变形了，被你撬的，等于是没有方案嘛？提什么要求我不同意嘛？李先生，您也是星途揽月是不是？对呢，我这个车主要的问题啊，也就是这个前轮打方向的时候磨内衬，严重倒不严重，但是很明显的给磨了。您在车内开的时候打方向盘的时候能感觉出来磨着了是吧？感觉不出来的，能看见。然后你这车能装防滑链吗？装肯定装不进去。还有别的问题吗？别的都是小问题，主要还是磨内衬的问题，对不对？就这个问题我接受不了，别的我还行。然后你有没有找过他们呢？他们关于磨内衬这事有没有给你提供什么方案呢？4S店说了，这厂家原装带来的，我建议你别调了。那你 4S 店肯定他没有什么办法的。星途揽月这个车在北方用不了的，现在北方都下雪了嘛，别说装防滑链了，你换雪地胎都有可能卡那儿。星途汽车是真准备这事不管了是吧？你不管了，你也明跟我说。来，星途汽车，喂，你好，主持人您好，工号6117，空调西风变吹风，怎么说了这是？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厂家有没有给出方案和说法呀？具体这块的话，会有我们的这个主机厂向服务站跟客户这边，就是说到时候会联系的。一个啊，就西风变吹风啊，但吸不吸、吹不吹这个其实问题不是太大，就是一个你们虚假宣传嘛，你这个得改。另外一个事儿比较重要，你们这个轮胎磨内衬呢，这怎么说呀？这个的话，我也会尽快反馈。前2个礼拜就找过你们，你们就说尽快反馈。我现在需要知道答案，你们准备怎么解决这轮胎磨内衬的事儿啊？我再说一遍我的观点，你这玩意儿让同行笑话，你知道吗？你们星途能不能造车了？还是你们奇瑞能不能造了？你不能造，干脆别造了。你看谁家车磨内衬了？没有，自行车都不能磨内衬，你汽车磨内衬呢？现在装不了防滑链，而且换雪地胎也有困难，您这怎么整？没有解决方案，不理车主。车主说你帮我解决一下吧，你说拿撬棍撬他车身，你是什么解决方案呢？这边电话结束之后呢，我会立刻反馈公司，到时候会有专人跟你联系的。我提醒您一下啊，你们可以讲说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解决方案，这也算一个进展。但是你说你要想不理这帮车主，磨内衬就让他们磨着，下雪天换不了雪地胎，加不上防滑链，就让他们这么开着，这事是绝对不行。明天我还得找你们。你见过什么车能磨外边的内衬？汽车是精密产品、工业产品，要严丝合缝的，你怎么会误差大到会魔咒呢？刚才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原来没有，现在这不有了吗？我真不希望这样的先河、这样的先例是我们国产品牌搞出来的，搞出什么好东西，我们国产品牌、自主品牌就开了先河了，那我发自内心的自豪啊！你轮胎磨内衬这种事情是我们国产品牌先弄出来的，真的我都嫌丢人。真的是好创新，自行车都不磨内衬，遥遥领先的新能源电车磨起来了。
更加魔幻的是11月的汽车投诉排行榜，最后有惊喜。第10名，长安 CS75 Plus 69起，主要原因是老款 OTA 不升级，新款却上了大3连屏，老车主心里不平衡啊！你连新车机都能开发，怎么给老车机做个升级包就这么难呢？第9名，极氪00176起，主要原因是充电功率降低，导致充电过慢，这就是新能源车的弊端了。到了一定时间，电池肯定会有这样的迹象的，所以买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第8名，大众 ID4719起，还是车机问题，无法升级且出现黑屏，我就纳了闷了。既然你们一个个都对车技要求这么高，那就应该去买国产新能源啊！明知合资车企不是强项，还要去选你，到底图它啥呢？第7名，吉利星愿108起。刚上市的车就上投诉榜了呀，原因是订车后厂家不按时交车，这个就没办法了。估计吉利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这车这么火吧，别急登场能跟上就行了嘛。第6名，别克英朗108起，主要原因是转向故障、方向盘不正、转向卡顿等，这问题就有点大了，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安全。希望厂家及时给出解决方案。第5名，丰田皇冠怒放140起，前段时间车机无法升级的事刚过去，现在又出现了电瓶亏电了，人家刚买不到1年的车就亏电无法启动，怎么点？电瓶厂到底是给了你多少回扣？第4名，领克07 147起，被投诉原因是疑似减配。宣传时承诺的内后视镜、自动防眩目功能没有，这个也不是啥大问题，要么给车主后期加装，要么补偿选一个吧。第3名，吉利博越156起，主要原因是远程控制功能收费，我看了一下都是些18款、20款的车型，先是免费了几年，到期后再收费。据我所知，很多厂家都是免费1年就开始收费了，相对来说吉利还算可以啦。第2名，丰田皇冠194起，第1名丰田锐志200，原因还是仪表台开裂。真的要笑晕了，一个停产的丰田锐志又是勇夺第1名，到底是卖了多少台了？好几个月都看到了。而且更加奇怪的是，比亚迪卖那么多，10月份还是前几名的，这个月就消失了。我也是找了半天没有看到，真的很神奇啊！难道是11月份比亚迪的车质量统一提高了，就车故障也没有投诉的？真的很奇怪。不仅如此，有比亚迪内部员工在网上表示，比亚迪的竞争文化 2.0 开启，就是每个季度强制评选 10% 的员工为待改进，这部分员工会少 36% 的季度绩效工资。比亚迪现在正处于一个很混乱的筛选期。比亚迪在2022年销量爆发前，招的人都质量一般，名校的不来。2022年销量爆发后，突然业务大增加，需要大量人干活，又不顾质量猛猛招了几万人，所以整个公司里良莠不齐，就像一个吸收了很多内功的高手，需要想办法消化掉。现在稳定了，他知道今后的业绩不可能一直爆发增长，人不会一直需要这么多，所以今后就可以慢慢招最优秀的人来替代掉前面着急招进来干活的牛马，想把前面的人慢慢都踢出去，后面再慢慢招 C9 联盟院校的。那怎么踢呢？不能直接裁员吧，只能慢慢靠制度不断逼人走，能忍住留下来的都是能被破的，这样也好，反正现在稳定了，每年的大学生一批批来也不缺人。中国的打工人一直都很多，而且毫无怨言。对比国内的打工人，政府不管你的工作，在国外就不同了。比亚迪这次丢人丢到家了。巴西官方透露，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位于巴西亚洲的车厂建筑工地存在类似奴役式环境的工作。巴西亚洲劳动节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天在记者会上公布这一消息。中国另一家公司聘请这些工人，然后不定期的将他们送往巴西。这些工人长时间劳作，违反了巴西法律对工作时长的规定。居住环境落魄，当局也形容这些工人的生活条件触犯了巴西其他劳动条规。比亚迪为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巴西劳动部也未公布聘请这些工人的公司名字。在巴西类似奴役式环境，包括强迫劳动战役、落魄的工作环境，让工人长时间铺路，在危害他们健康的环境，以及任何有辱尊严的工作。81亚洲劳动调查员杜拉奥说，这些工人必须获得批准才能离开居住地，有至少107人的护照被雇主扣押。他说完全无法满足基本的安全条件。比亚迪巴西员工执行巴西的工作制度，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6点，中间有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金继昂集团、Open Steel 和 AE Corp 的巴西员工的工作时间为上午7点至下午5点，其中有2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如此区别对待，还是国人懂国人啊，明显是外包的工程队。
目前此事才刚刚曝光到国内平台，过2天看会不会有骂声吧。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哎，你好，需要点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你配合。你家外面牌该换了，上面东西写的太乱了。为了让这条街上看着别有风味儿，请你在那个同意书上签个字儿。我不签，我这牌子挺好。哎呀，你挺屌啊！你胆儿不小啊！我看你这手艺是不想办了，我看你这买卖是不想干了。你是真不知道不配合会出现什么后果啊！你真逼我们头跟你发火！我告诉你啊，限你3天之内从这条街上搬离。我告诉你啊，限你3天之内把这个店铺迁移。还有你门上贴那个开业大吉，先罚你500，因为你贴的参差不齐。这你也管呢？这也管？我打你都得挺子，打你都有人顶着。平时我没来是因为我没时间，在这块儿我们就是一线天。别看我穿的是衣服没人待见，他搁过去就是一个太监。你放屁！嘿，长官你别生气，我换，那咱换啥样呢？换啥样你不用管，整条街都是黑白同款，你只需签那个同意书，费用也不用你出。我还是出吧，要不我心里没底。我不差你那俩子儿，这个不是我俩拿本儿，我主要靠采购，我主要靠回扣。这个项目都是我主抓，单位出钱随便花。住口！嘿，反正我也是受人之福，花的越多挣的越多。